比牛马更惨的是中年牛马，卡在牛马职场赛道上，卷不动，躺不平，逃不掉。卷不动是身体拉响的警报，躺不平是肩上扛着家庭，逃不掉是外面没立足之地。这一刻，中年牛马的辛酸活生生摆在眼前。中年危机从不是年龄的紧箍咒，而是困在被动生存模式里的窒息感。今天送你8条忠告，盼你中年猛醒，杀出重围。1. 别迷信稳定，公司给你的安全感可能是慢性毒药。几年前，不少人坚信大厂工牌就是免死金牌，但这2年，我们亲眼看见资深项目经理类流满面诉说被裁的遭遇，也听闻年薪100万的 P8 在星巴克低头改简历。不管什么单位，所谓安全感其实是慢性毒药。裁员名单上35岁以上的员工永远是头号靶子。经济学有个词叫大拇指法则，意思是在现代社会很多领域，你若不是大拇指就容易被踢出局。换句话说，成了大拇指，你到哪里都能站稳脚跟。归根结底，只有实力能打败年龄。从现在起，深耕能力，筑起你的职业护城河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铁饭碗是你手里的硬核技能，是客户追着你跑的资源网，是离开平台也能撑起来的本事。2. 把身体当唯一 KPI， 其他都是浮云。有句话说得狠，拿命换钱的人，最后都拿钱换命。你盼死拼活工作，自以为抗造能忍，哪怕身体不舒服，也咬牙硬撑，用健康换高薪。但你的腰椎默默记录每场加班，为悄悄标记每顿外卖，肝脏刻下每杯应酬酒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集体造反，账单比你的年终奖还吓人。身体是过好日子的本钱，不管境况如何，养家糊口靠身体，渡过难关也靠身体。北大教授刘国恩做过一项调查，财富积累的关键是什么？你可能觉得是环境、背景、运气，结果却出人意料，身体健康。他总结，健康才是人生的大局，守住健康，才能守住财富密码。最后的赢家，永远是那些懂得善待自己的人。做不了的事别硬上，不必要的酒局能推就推，顾好身体，才能顾好工作。中年人的体检报告，绝对比年终总结金贵。3. 学兔子，给自己多挖几个洞。狡兔3窟，兔子若只有一个洞，哪怕这洞有 95% 的安全，依然有 5% 的丧命风险。但如果它有3个 80% 安全的洞，3个洞全塌的几率只有 0.8%。在不确定的当下，不如做只狡猾的兔子。多一份副业，就多一分抗风险的底气；多一份收入，就多一份保障。中年人布局副业，得守531法则：50%精力博主业，30%搞技能延伸型副业，10%是水趋势型轻资产。白天你是林经理，晚上可以是滴滴林师傅、抖音林老师、闲鱼林代购。你还能把20年行业经验磨成付费课程，把微信5000好友变成私域金矿。防鸡蛋全碎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别永远把鸡蛋放一个篮子。没有万无一失的人生，只有做好准备。当生活关上一扇门，你才能立刻推开一扇窗。4. 把失业预案刻进骨子里。如果失业，你的存款能撑多久？每个中年人发工资那天，都该狠狠拷问自己一遍。活成3明治的中年人，最怕失序，也最容易失序。事业上危机四伏，还得扛起一个家，若没足够存款，一次失业就能让你鸡飞狗跳。但不得不承认，在黑天鹅频发的年代，裁员可能比升职来得快。所以挖空心思赚钱的同时，还得捂紧钱袋子存钱。华裔女星刘玉玲说过一段话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件事，凡事如生意，所以我工作后拼命存钱，我管这笔钱叫 fuck you 基金。有了这笔钱，意外发生时，或有人逼你吵你，你就能甩一句 fuck you 滚蛋。
每个家庭都该存一笔 fuck you money， 工资到手，拿出一部分存进备用账户，管好自己的手，理性消费，不该花的一分也别花。家里能吃的就别下馆子，东西能不买就别乱添置。卡里有钱，心里才不慌。当生活真对你下狠手，你也能给自己撑腰。5. 对人再好，不如对人有用。岁月是块磨刀石，少年气被磨没了，理想被碾碎了。有些中年人开始钻研人情世故，比如动不动跟同事称兄道弟，费尽心思攒所谓人脉，笑脸练了100遍，一套话术说到领导心坎里。工作几年，本事没长几分，心眼倒多了几个，薪资没涨，察言观色的本领倒是突飞猛进。可到头来，跟你关系好的领导，最佳化第一个就是业绩差的你献殷勤的同事，你被炒后直接把你封锁。职场只看利益不看感情，中年人早该看透，公司不是家，同事不是兄弟。麻省理工学院有句校训，在这地方，睡眠、学分、社交，你最多只能搞好2样。放职场上也适用，休息、工资、社交，你最多只能选2样。在单位只做浅层社交，把维系关系的时间用在做好工作上，把讨好领导的精力拿来提升价值。一个人的价值不在团建的酒量里，在解决问题的效率里。当你越来越强，同事自然向你靠拢，领导会把你放眼里。6. 别跟年轻人拼体力、拼脑子、拼经验。人生半坡愁断肠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中年人一想到工作就头大，在年轻人的围追堵截下，每迈一步都像登蜀道。你佩服自己加班到凌晨2点，可年轻人一声不吭就熬夜改完 PPT。 你高强度干几小时，精力就撑不住，年轻人一杯咖啡灌下去能连轴转1天。跟年轻人拼体力，输的肯定是中年人。中年的妙趣在于认识人生，认识自己，做自己能做的事。中年牛马得审视自己，学会扬长避短。真要跟年轻人比，就比怎么用3个电话解决他们加班3天的问题，比怎么一眼看穿甲方的底层需求。想让姜还是老的辣，就得发挥优势，做到人无我有，人有我精，人精我专。你对行业的深刻洞察，10几年的经验积累，才是你跟年轻人掰手腕的资本。7. 不折腾，少投资。世上2种人试错成本最高，一种是穷人，一种是中年人。中年牛马往往2样全占。年轻时可以一言不合炒老板，凭一腔孤勇四处闯。现在一辞职，中年人的简历狗都不看。20出头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现在呢，背着房贷车贷，扛着学费医疗费，桩桩都要钱。这正应了那句话：20岁裸辞叫青春，35岁裸辞叫绝症。中年人每次折腾都是拿底牌梭哈，这不是追梦，是追债。之前我有个朋友觉得打工没出路，现奶茶店利润高，就想砸全部积蓄开店。我赶紧拦住他，谋出路是好事，但别乱跳坑。逃离职场不等于财富自由，可以轻资产创业，小成本试错，但若不顾一切去折腾，就得承担失去的剧痛。说到底，稳中求变，稳中求胜，才是中年牛马的智慧。8. 不认命，不认输，把我不行变成我可以。越过15光渐少，人到中年万事休。不少中年人被现实磨掉锐气，在我不行做不到中认命躺平。直播带货火爆，他们觉得做不了，没办法开辟新赛道。绝大部分人死于36岁，不是肉体死亡，是倦怠、焦虑、沉默，对生活没了热望。人到中年，不往上走，就容易往下坠。年纪越大，越靠一口气吊着，这口锐气若泄了，就没办法突围，逃出中年危机的围城。我认识个传统媒体的朋友，公众号崛起时，
单位里其他中年人觉得驾驭不了这风格，只有他兴冲冲去试水。影片好兴起时，同行们又觉得影片语言跟文章语言是两码事，做不了，他却卯足劲去学。最后他们单位建了融媒体中心，他顺理成章当了负责人。生活越不如意，越要保持昂扬的心态。人生下半场，决胜千里的永远是内心的力量。只有不断更新重启，才能迎来新生和转机。35岁被称为职场荣枯线，很多人觉得是年龄卡在那里，引发中年危机。但我认为真正让日子翻车的是那个毫无准备的自己。中年牛马若只顾低头拉车，注定找不到出路。记得抬头看路，生活才能一天比一天好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